雌性每洞房一次，就会戴上一枚戒指，手上的戒指越多，就代表被他宠幸过的雄性越多。只因这个星球上只有雄性存在，为了让种族延续，唯有依靠基因进行人造雌性。但社会上依旧雄多雌少，于是在这个星球上，一个雌性被允许拥有多个雄性。可人造雌性不仅不能受孕，甚至可能智力不足，因此胎生雌性成为星际级保护对象，更不用说还有宝贵的生育能力了。而我只是因为颜值一般般，竟意外穿越到星际受试，不仅成为联邦唯一的胎生雌性，而且劫掠申请差点让星网崩溃。达伦上将有新发现，检测到不明生命特征。机器人将报告传送给星际最高指挥官达伦诺斯上将，他们此行是来进行取样的。这个星球核辐射过于严重，所以打算取样后将该星球摧毁。可这样的环境怎么可能有生命体？达伦立刻打开详细报告查看，果真在一片废墟中发现了我。一向冷面铁血的达伦上将竟出现面色少有的震惊，很快目光定格在数据画面的那一行字体上。种族古人类，不是人造雌性，而是已经灭绝了800年的人类，这将是整个星系极为重大的发现。随后达伦操控飞剑到达我所在地方，他颤抖着手将我抱在了怀中，激动紧张的同时，心中涌现巨大的疑惑。古人类因为那次的核辐射污染已经灭绝了，700年他是如何生存下来的？紧接着达伦将我抱着返回舱门，而不久后，昏沉的我被一道声音唤醒。宿主你好，我是多子多福系统，现在只能维持你7天的生命特征，请尽快的完成受孕，获得积分奖励和生命值。我这是在哪儿啊？是只有生子才能继续活下去吗？是的，宿主，欢迎来到星际兽世，这里都是兽人的世界，因为整个星系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严重核污染，兽人生育能力下降，雌性早已灭绝，繁衍子嗣和安抚雄性体内的躁狂因子成了星系最难的问题。为此，科学院制造出来了许多人造雌性，但也不能根本解决这些问题。宿主现在是本星际兽世唯一的胎生雌性哦。宿主请注意，检测到精神3S 级的兽人雄性，姓名达伦诺斯，种族狼兽人，年龄77，性格高冷霸道，天赋闪现，请宿主把握机会。兽人雄性的精神力最高是多少？这个雄性很强吗？精神力和天赋代表雄性的战力和能力，目前已知的最高精神力等级是3S。达伦诺斯上将是一位优质的顶级雄性，和越厉害的优质雄性生孩子，生的孩子各方面也都优秀，获得的奖励也更加好。说明1，宿主在受孕开始的那一刻，生命倒计时将停止，每生下一个孩子奖励3年的寿命。说明2，积分不可兑换生命，但可以兑换任何没有生命体的物品，初始积分100，请宿主合理使用。听完系统的话后，我连忙打开了积分商城查看，目前能购买的东西只有一些关于生育的药丸，剩下的许多物品都是需要完成任务或者到达指定区域才能解锁的。此时我还没有完全睁开眼睛，忽然察觉到身边的温暖即将要消失，于是我悄悄睁开眼睛看了一眼，只见一张面容英俊的男人。你醒了吗？达伦低头才看见怀中的我正看着他，紧接着我尖叫一声，救命，放开我，你想对我做什么？结果不小心一巴掌扇在了他的脸上，堂堂星际联邦5星上将直接被打懵了。见状，周围的士兵也震惊地瞪大了眼睛，还从来没有人敢对达伦上将动手。有人说完不安地看向达伦，想要看他的反应。我也似乎意识到了，眼中惊慌害怕又愧疚，咬着唇，一副想要道歉又不安的样子，但更多的还是抗拒戒备，一眨不眨地盯着达伦，紧握着拳头，随时捍卫自己的安全。见状，达伦动了动唇角，尽可能地扯出笑意，别怕，没事的。达伦又冲我伸出手，神情温和，极具安抚。我不会对你做了什么，我想要救你。谢谢你，还有对不起。我怯怯看着他，而乖巧又自责的样子，顿时让达伦莫名柔软。他根本没在意脸颊被打，刚才只在担心我受惊会受伤。就在达伦正打算开口时，忽然感觉到了异样。此时我正好奇地摸着他毛茸茸大尾巴，双眼亮晶晶地闪烁着。可以摸一摸吗？这尾巴撸着好治愈啊，好可爱。闻言，达伦瞬间愣住了。他不是已经在摸了吗？很快，火辣的温度爬上耳朵尖，他竟然都不知自己的尾巴和耳朵是什么时候露出来的。当然可以。达伦才回过神来，笑意友善回答。我很快放松下来，
然后软声夸赞：“你长得真好看。”听到后，达伦又是一愣，刚退下去的一丁点热度瞬间攀升，燥热迅速弥漫整张脸。夸我的人太多，可夸好看吗？只有眼前的雌性了。此时的我心中暗道，眼前的雄性脾气还算是不错，自己打了他一巴掌，居然还能这么温柔，还算可靠。只有31天的生命，自己得抓紧时间了。随后我唇角勾起恬静的笑意，一抬眸忽然见到眼前的雄性，他身后的尾巴直溜溜的翘起来，紧接着不受控制的开始猛烈摇晃，而达伦心里正在咆哮着：犯规怎么能笑得这么好看？而一旁的下属看见了这一幕，都瞪大了眼睛。达伦上将，你的尾巴。由于强大的雄性可以隐藏种族形态，所以他们从未见过达伦上将化形。见状，达伦立刻尴尬地收回了尾巴和耳朵。他自己也没想到，居然第一次这么失控。为了掩饰尴尬，开始转移话题。我可以抱你去睡眠舱休息吗？这对你的身体有些好处。闻言，我只是轻轻点了点头。随后，达伦将我抱了上去。看到我的模样后，他心中涌现一丝心疼。我会永远保护你，你身上受了很多的伤，先在疗养舱里面待一会儿。现在正带你去医院治疗。说完，他正打算去中控台看看，就见到我没有松开他的意思，而眼中对他也有了信任。于是达伦索性就坐在睡眠舱的旁边，用此生最温柔的声音：“我就在这里陪着你，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？”露出白，你呢？我叫达伦诺斯，星际联盟最高指挥官，军衔5星上将。紧接着，我们两人互相介绍了一番。但更多的还是达伦在讲述自己的家庭状况。很快，飞舰就到达了目的地。星际皇家医院的上空，接收到消息的军部乃至星际联盟的所有高层政客，已经全部都等在了这里。我站在舱门口，有些不敢动，感受到了很多目光，一时间难以适应。我可以抱你，你身上还有伤，不适合行走。闻言，我咬着唇，有些难为情地看了一眼达伦，最后还是点了点头。那就麻烦你了。于是达伦微微用力，就将我抱了起来，甜美的气息令他心旷神怡，生出想要永远抱着的念头。随后我伸手环住了他的肩膀，冲着他微微一笑。而一旁的达伦看出了我的紧张，达伦瞬间眼神僵直，目视前方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才将差点又要冒出来的耳朵尾巴给压下去。当达伦抱着我走下去的时候，所有人的目光皆是狂热。联邦总统是一位150岁的虎兽人，他早已看过我的全部资料，此时见到了真人，还算是淡定。我是星际和平联邦总统戈勒亚历山大，我代表整个联邦感谢你的到来。虽然我早就大致了解了一下星际兽事，但总统居然也亲自过来了，这还真让我受宠若惊。我也很高兴见到你，总统。好，很好。总统连说了几个好，赶忙让等候多时的医护人员上前来。见状，我不舍得抓着达伦的手臂。这里非常的安全，我也不会走远。你先进去给身体做一个详细的检查，等你出来，我就在外面等着你了。好，我会马上出来的，麻烦你等等我。好，一定。我将他当成了唯一可以依靠的人，可心里却有些失落。达伦也想继续守在我的身边，可出现古人类是一项非常重大的发现。刚好总统在这里，达伦必须要亲自再给他汇报一遍。面对我这样信任中带着柔弱的眼神，达伦心软得一塌糊涂，直到看着我进入了医疗舱，他才转身去了坐满人的会议室。他居然没有精神力，身体也实在是太弱了，他需要我们最高级别的保护。他的年龄只有22岁，按照兽人来说也不过刚成年，他怎么会出现在核辐射最严重的星球，还受了这么严重的伤？尽快找到凶手，而且还要深入坎普星球排查，说不定那里还有和他一样的古人类。古人类是多么珍贵的物种，居然被遗弃在那种地方，实在是太可恶了。但眼下最重要的是给他找适配的监护人。我知道大家现在非常的生气，也知道大家心疼他的心情。现在既然大家都在这里，就先讨论一下他之后的监护人吧。监护人虽然不是配偶，但是因为和雌性朝夕相处的时间最长，所以监护人是最好接近雌性和他培养感情的捷径。达伦看了一眼，发现他才排到第3位。虽然他也很优秀，但是整个星际和平联邦比他更优秀的雄性，且位高权重的大有人在。例如排在首位的亚历山大总统的儿子皇太子兰森。达伦失落地垂下脑袋。达伦无话可说，因为皇太子确实非常的优秀，足以配得上我。达伦从来没有此刻这么自卑，这么痛恨自己不够优秀。会议室里面的其他高层政客此时也都息了自己的心思，
达伦上将，此次你是最大的功臣，稍后联邦委员会将授予你最高的荣誉奖励。现在你可以先回去休息了。总统显然看出来，露出白衣赖我，故意要将我调走。总统，我可以再等一等吗？我想和他告个别。你放心吧，皇太子作为他的第一监护人，会马上赶来好好照顾他的。此时飞剑已经停靠在外面，有人恭敬地请达伦上将离开，他握紧了拳头，只能服从命令。回到别宫的达伦刚进入房间，一直压抑的尾巴和耳朵瞬间冒了出来，很快身体开始发热暴躁。抑制剂，快点将所有的抑制剂拿过来！达伦开始了他成年后的第一次发情。与此同时，皇家医院内，我拒绝了兰森的怀抱，只是问达伦上将呢？他说在门外等着我的。兰森绅士礼貌地笑了笑。达伦上将临时有事离开了，我是联邦的皇太子，以后由我成为你的监护人，负责照顾你。闻言，我有些失望地垂下眼眸，也不说话。忽然传来系统的提示音：宿主请注意，检测到精神3S 级的兽人雄性，姓名兰森，亚历山大，种族虎兽人，年龄75，请宿主把握机会。我可以拒绝你吗？你当然有这个权利，但你也记住，只有这一次机会，确定要拒绝我吗？确定。那你好好休息。兰森是星际联邦最优秀的虎兽人，你和他生的崽肯定很优秀，那么赠送的奖励也会更好更多。宿主，你不应该拒绝他。可是他不喜欢我。宿主，作为星际兽氏唯一的胎生雌性，你自身有很大的魅力加成。你早已经不是普通女孩了，宿主，请合理利用你的优势。此时系统非常的急切，我只是娇俏地笑了一声。我这不是要行动了吗？当我走出病房时，发现走廊的尽头站了许多人，兰森也在其中，还有一位医者正在低声报告着。达伦上将提前进入了发情期，抑制剂对他没有任何效果，必须立刻给他匹配雌性配偶。越强的雄性在狂暴时越容易失控，甚至长时间就会彻底丧失理智。我觉得机会已经来了，随后小心谨慎地往隔离舱走去。与此同时，总统得知兰森被拒绝后，达伦上将可能是受到了核辐射的影响，我已经为他开通了优先权限，应该很快就有与他高度适配的人造雌性过来。他现在身体和精神状态都非常的虚弱，对你有戒备，心也很正常。你们需要慢慢的培养感情。作为皇室皇太子，你必须成为第一任配偶。兰森也明白总统父亲的良苦用心，于是他只能黑着脸再次前往病房。谁料竟发现我已经不见了。此时医院的隔离室内，蹲在角落的达伦，地上满是用过的抑制剂。我趴在小小的窗户上，用手拍打玻璃。达伦上将终于引起了达伦的注意，顿时达伦感觉恢复了一丝理智。快走，不要靠近这里！我让系统尽可能的释放甜美气息。忽然达伦瞳孔放大，惊恐地看着我的举动，他顿时整个身体僵硬，而我的脸颊慢慢靠在他的胸口。达伦上将，你是不要我了吗？怎么会？达伦上将，放开他！见状，士兵也全都戒备起来，毕竟躁狂的兽人太过恐怖，这里的人都不是他的对手。乖，你过去吧，我会控制不住伤害你的。我是雌性，可以安抚你。达伦上将，你确定不要我吗？你真的想让我当你的配偶吗？达伦上将，他不是你能够染指的。总统阁下，他有自行选择受夫的权利，还是说他只独属于你们皇室？而我听见这句话后，往达伦怀中缩了缩。察觉到我的不安后，达伦心中下定决心，他不能让我留在这里。忽然，我小手紧紧地拉着他的衣襟。达伦上将，我好害怕那些人。我将成为他的第一配偶。达伦说完后，立马召唤来飞行剑，抱着我离开了医院。不能伤到他了，让最好的医生去达伦上将的别宫。而一进入飞行剑的达伦，所有的自控力彻底疯狂，他眼眶发红。我对于你来说很危险，我送你去安全的地方。你难受吗？别这样握着了。我没事儿，你去那边的机舱吧。等了一会，身后没有动静。正在达伦疑惑的时候，我正用力试图圈住他，声音软糯，带着哭腔：“不要，
我要在这里陪着达伦上将。你救了我，我也想帮助你。你知道的，达伦上将，我选择了你。我不后悔的，请不要放开我。达伦只觉得自己脑中的那根神经啪的一声断了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走。四胎丸都吃了，你让我走？我只是浅笑一声，然后勾住了他的脖子，紧接着踮起脚尖，将自己送了上去。你的意思，他没有精神力，却能够安抚你吗？是的，总统阁下。达伦上将，但你依旧违反了军令。我接受一切惩罚。按理说，达伦上将你本应该被监禁，但现在陆初白确实选择了你作为他的配偶，所以便将监禁处罚改为电鞭击打300下。见状，总统喊来了人。虽然总统这样的处罚绝对带着私人恩怨，但达伦欣然接受的跟着士兵一起下去了。此时我昏睡在达伦的别宫里。恭喜宿主成功受孕，本系统将持续关注宿主的身体健康，宿主无需担心。我就这样被系统唤醒了，紧接着就听到门被打开的声音。只见达伦手上端着加热过的营养液逐渐靠近。你还疼吗？刚才医生已经来给你做过详细的检查，得到的结果并不好。我反应过来，达伦问的是什么意思。见状，达伦整颗心都要被融化了。你这么害羞怎么办？我还想给你上药。达伦上将，现在你是我的配偶了吗？还没有。原本我离开皇室后就直奔星际信息管理局，可被告知信息网正在维护，暂时还录入不了配偶的信息。这里是达伦上将的住所吗？是的，以后也是你的。你先补充一点营养，我来喂你。我本来想要拒绝。达伦上将，兰森皇太子来了。达伦面色一沉，将我紧紧抱住。达伦上将，你依旧是不愿意留我在身边吗？不是。兰森皇太子好像也说是我的监护人，那我是不是不能单独和你住在一起了？我以诺斯家族唯一继承人的身份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保护好你，尊重你。而当兰森刚进来时，就看到了两人接吻。达伦反应过来后，立刻将我挡在身后。兰森皇太子，我想你应该早就明确的知道，他已经选择了我。达伦上将，我是来接陆初白的。我伸着脑袋看着对面，兰森眼里愤怒不甘心被拒绝。达伦上将，你应该懂，他是我们整个星际联盟的瑰宝，不属于任何雄性。但是星际的法律说明，我们要更加尊重雌性的选择。他选择了我，放弃了。闻言，兰森企图释放精神力来镇压达伦。达伦的天赋是复制，于是将肃杀的气息逆流而去。而我并不喜欢别人打架，于是只能假装痛苦来阻止。而兰森意识到自己已经输了。达伦上将，我有些不舒服。很快，达伦心疼的把我抱在怀中。紧接着，我瞪了兰森一下。兰森皇太子，你会伤到他，他的身体很弱。你说你是他的监护人，可是他不需要一个不心疼他的。兰森皇太子，还请不要打扰我了。兰森只能窝火的暂时离开。很快，兰森回到住所后，收到了信息。皇太子阁下，关于达伦上将想要录入和陆初白的解偶信息，需要继续拒绝吗？兰森一想到那双冷漠的眼睛就窝火。拒绝。紧接着，兰森又将达伦上将发情失控的事情散播了出去。随后，诺斯老夫人第一个收到了这消息，并且联系了达伦别宫的管家内利卡，证实了达伦失控的事情。作为诺斯家族唯一的继承人，他醒悟的时间实在有些晚。这么多年，达伦都没有动静。家族的质疑让诺斯老夫人备受压力。
于是诺斯老夫人立刻挑选了几个门当户对的人造雌性。翌日我醒来的时候，并没有看见达伦。昨天晚上，他明明是抱着自己睡觉。我独自走到了1楼的客厅，只见一位端庄秀气的人正优雅地喝茶。很快，米兰西也察觉到了停在楼梯口的我。你是达伦上将的什么人？为何会出现在他的别宫？达伦上将正在紧急寻找配偶，我和他的匹配度是最高的。随后，米兰西将我打量了一番，觉得我身上的气息很是奇怪，不像是人造雌性。但如果真的是胎生雌性，他也不可能没有收到消息。可是达伦上将明明答应我，他只是我一个人的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是达伦上将要你来的吗？这件事情绝对不会搞错的。达伦上将在哪里？他好像一早就出门了，我早上起来并没有看见他。米兰西只是跺了跺脚，随后便转身快步地离开了。